嗨，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之前很多人会在影片底下留言问我，或者是私讯我有关学习英文的相关话题，所以我想说今天就用这集影片跟你们分享我自己超真实的经历，还有我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英文的技巧，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我是14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去念书的。在出国之前，必须说实话，我的英文真的非常的一般，甚至是有点差。我没有去补习，没有去家教，我也没有上任何的什么私立双语学校，我在家里也都是跟我妈妈讲中文的。利用2年的时间，原本英文真的是不及格，到后来考到加拿大第2名的商学院，现在在美国一个科技公司当他们的商业分析经理，完全适应英文的职场，也很融入国外的生活。我的个人经验跟我学习英文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说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之前学英文的一些挫折还有转捩点。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你可以继续看下去，想直接看技巧的朋友你可以跳到后面那一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花钱补习英文的经验，就算没有花钱补习英文，国小、国中、高中也学了很多年的英文，大家都是希望可以自己提高英文水平，英文可以讲得更流利一点。在出国之前，我想说为了可以更适应国外的生活，我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花钱去补习，想说加强一下。我想说我这样加强，加上国小、国中都有上英文，我应该就可以很适应国外的生活，我至少都通过了入学考试。我那时候就抱着超级单纯的想法就直接出国了。结果出国之后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挫折，因为我发现我在台湾学的英文只能让我应付考试还有作业，我上课很常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我甚至跟同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他们讲话就算我听得懂，我也没办法很流利的去回应他们，所以我很难交到很多朋友。对于很喜欢交朋友来说就非常的痛苦，我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舒适圈，跟讲中文的人玩在一起。前2年我说实话我觉得过得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也因为英文不好，它连带的影响到我其他的成绩，我总平均大概才只有60几分而已，所以又让自己的信心降低很多。后来我爸妈甚至讲说，要不然你就算了，你就直接回台湾好了。我那种好强的个性，我怎么可能就想说这样就放弃直接回台湾？我就决定去请教，就是学校一些学姐，他们也是从台湾到加拿大念书的，他们都英文比我好，甚至都跟外国人玩在一起。结果不问还好，一问受第2次打击，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说他们有去双语的学校，或者是去私立学校，甚至是常年补习，或者出国前有请1对1的家教等等，对我完全没帮助啊，因为我没办法回到以前。后来有一个香港学姐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一个美剧，很好看的美剧叫做 Friends， 多听一点英文，少看一点康熙。因为我们之前下课的时候买零食点心一起看康熙，他讲的那句话就让我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虽然人 physically 到国外，可是我其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上课的时候是听英文的，我下课的时候用英文做作业，偶尔跟外国的同学沟通，但其他时间之外，我绝大部分都还是讲中文的，因为我都跟讲中文的朋友玩在一起，所以下课时间就讲中文。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我就看台湾那些综艺节目，听台湾的音乐。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跟爸妈讲话也都是讲中文，虽然有去比如说吃饭啊等等的，但是那些都是非常基本的英文绘画，那些都是简单的单字，你不会需要讲到太多的英文。那时候我才真的明白，不是出国英文就会变好，就算你出国留学、打工度假，甚至是出国去念语言学校、博士、硕士毕业，如果英文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用的不多，那你的英文水平就很难提高或者是维持。我出国前2年，我英文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步的，但是我后来在我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中做出改变，在接下来的2年，我看到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我甚至在接下来的2年，在学校的高中选上他们学生会的1员，那里面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我是少数华人进入学生会的。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技巧，就算不出国，你也可以练习的方法，帮助自己打造一个自然使用英文的环境。我第一个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把英语带入我的日常生活，所有使用的硬体跟软体的界面都从中文改成了英文，不管是什么 iPad、我的电脑、我的手机，我所使用的所有社交媒体，全部我都改成了英文。我觉得那是最自然可以让我每天接触到英文的方式。再加上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硬去背单字的人，不管你跟我讲有什么多神奇的方法，我就是不喜欢去背单字。如果你说这是托福会考或者是什么会考，我去背那 OK， 就是为了应付考试，那我没问题。可是如果是想要提升日常生活的那种水平，我非常不喜欢的去硬背一些单字，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单字会不会真的实际被使用到，就算我背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那我觉得如果是在我生活中会出现的一些英文字，那肯定就是重要的，包括就是那些软体
发一些 notifications， 或者是就 sign up 某个网站，它会发给你一些 newsletter， 就是广告的一些 email。我就从那些东西去学更多的单词。如果看到我有不知道的，我就去查一下。你一定要去查，不然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你的手机，因为我已经知道它用在哪里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自然的把英文带到你生活中的方式，非常推荐大家试试看这个方法。我觉得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就是不太习惯。你真的是几个礼拜之后，我觉得你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适应。第二个我做的改变呢，我把英文带入我的休闲生活当中。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听音乐、看电影、打游戏，或者是看 YouTube、Podcast、杂志、新闻，你都可以尝试去接触英文的内容。如果是你平常日常就会做的休闲，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你长久持续的去接触英文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你在接触英文的过程中，你还可以吸收资讯，你不觉得这很棒吗？加上我觉得把英文融入到休闲有2-3个非常好的好处，是我在练习这个技巧的过程中发现的。那到这边我可能要暂停一下，因为我要快速的加入一段小小工商时间。谢谢 Surfshark VPN 支持我这集影片。刚刚提到学习英文其中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看国外的影集或者是电影，但你可能也知道很多的节目只能在特定的地区观看。不过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Surfshark VPN 可以让你匿名上网，还能突破地区限制，这样你就可以轻松的连接到不同的国家伺服器，那你就可以观看你在其他地区不能观看的节目。而且 Surfshark VPN 还可以帮助你保护个人的资料安全，所以就算是你在捷运或者是你在公共场合想要看影片学英文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被窃取资料。那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点击我的专属链接，输入优惠码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还多送你3个月免费使用期。你30天如果不满意，你都可以马上退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我的链接去试用看看。我觉得把英文融入到休闲有2-3个非常好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语感，因为我在练习英文的过程当中，我还有持续的去问那些同学，为什么你们英文那么好？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像好一点点，可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口音很重。后来就有一个台湾女生，她就跟我讲说，你好像没有什么英文的语感。我说英文的语感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在聊什么，我就想讲说，你懂我意思吗？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你就会直接中翻英，所以我就直接说 You know what I mean？ 但是其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不会这样讲。除此之外，他跟我说，如果是我不会讲 You know what I mean， 他会说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的那个语调会不一样，对吧？你讲一下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如果你常去接触英文的媒体，这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提升你的口音。再来第二个好处就是听比讲还要容易，尤其是你听音乐看电影，听力会开始变得比较好。这时候如果你想要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有个问题就是你听懂他讲的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在英文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你很多时候你就会说 Really 这种赘词。你如果多看那些美剧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学到更多去应对的方式。对了，我忘记说，如果是看影片，我非常推荐你去看英文的 vlog， 或者是比较贴近真实生活的一些电视剧。因为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一开始尝试这个改变的时候，我看了另外一个电视剧叫做 Gossip Girls， 英文水平真的有上升，可是开始讲话就变得有点像 Kim Kardashian 那样，很好笑。更好笑，有个男生朋友，他讲英文的时候，你闭眼睛听你就觉得是黑人，因为他热爱 NBA， 从小到大就是看 NBA 长大的，讲话就是非常的黑人的调调。如果你是在意口音，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些 vlog 之类的。那第3个我学英文技巧呢，就是我把英文带到我的爱好当中。当你的听力慢慢开始变好，口说也开始变好，其实你会很需要有一个话题可以跟别人很好的交谈。那我觉得从兴趣爱好开始，你可能对于这个东西的英文会更有兴趣一点。比如说你是热爱煮饭煮菜的，你可以开始看一些英文的食谱。如果你是喜欢健身的，你可以去看看说，我平常用的这些器材英文是怎么讲，训练的这些肌肉的部位英文是叫什么。它是你的兴趣跟爱好，如果要学习英文版本，可能会更有兴趣一些。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要到国外生活、旅游、工作等等的，你可以直接跟人家做更好的交谈。在国外，很多人都会大方的分享自己的兴趣跟爱好，也很多人很有兴趣了解别人的兴趣爱好，所以这是你开启话题很好的一个方式。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
会知道要做这个改变，是因为发生一个很尴尬也有点好笑的事情。那时候我在跟一个外国的同学聊天，他就问说，哦，那你平常喜欢做什么？我就说我最喜欢看电影，然后他就说，哦，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说，哦，my favorite movie is Harry Potter。我真的很爱看 Harry Potter， 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每个礼拜看我也都 OK 的那一种。我以为那个话题就到这边为止，他可能就跟我分享说，那我喜欢看什么？他竟然问我，哦，你喜欢看哪一集？然后我就慌了，因为我看哈利波特的时候都是在台湾看的，所以我就是看什么神秘的魔法师、消失的密室，我不知道它的英文是什么。我自己真心最喜欢的一集是火焰杯的考验。火焰杯的考验到底怎么讲？我想说绝对不是 Fire Cup， 我如果讲这个 Fire Cup 就太丢脸了。然后我就说 I think it's the third one， 然后就开始继续跟我聊这个话题，因为他也很喜欢看哈利波特。聊到最后我才发现火焰杯的考验英文叫 Goblet of Fire， 所以就还好我没有讲说 Fire Cup， 不然真的太丢脸了。但是那是第4集，所以他从头到尾在跟我聊第3集，我都跟他聊第4集，怎么样？很好笑吗？学英文就是这样啊，反正就对。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人家问你说你喜欢什么，你要至少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一个我当时学英文的技巧，我把英语带到我网络搜寻这件事情当中。那这个技巧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你英文的能力更加的全方面提升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你今天在网络搜索的时候，你就要问问题，你就会去开始思考你的语法，单词不太会，那就去查，或者是你开始思考说，我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就算你今天语法不对，或者是你的问法不对，你打进去之后 ，Google 有的时候会出来建议搜索，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字应该怎么拼，或者是搜索答案出来之后，还会看到其他人问我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原来我想要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要这么问，可以得到我要的答案。现在还有 AI 像 ChatGPT 那些的，还可以很直接的用语音的方式去问 AI 一些问题，它可以帮你练习你的口说的部分。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会在意口音的问题。如果今天 AI 听得懂，我觉得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你的口音的问题。说你口音不好的只有2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你自己，第二种人就是其他也在学英文的人。外国人他是不会太去说啊你的英文口音怪怪的或什么之类的，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给自己很多压力，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你看他英文讲的也没多好，什么什么之类的。换位思考，你看那些外国人到台湾生活的 YouTuber， 你会去介意他的口音吗？觉得他能够讲中文就厉害到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口音这件事情不要对自己太苛刻。那以上呢，就是真的我从出国直到今天，我都还有持续使用，帮助我自己加强英文实力的小撇步。我知道每个人学习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如果你有更好有效学习英文的方式，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英文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耐心，也需要信心，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尝试，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开心的学英文。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影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我们下集再见，拜。